早安，今天很荣幸来报告我们这个沙克尔顿计划。我是本计划主持人庄长贤，在中央大学。这个计划是一个跨学科的整合研究，我们共有7位共同主持人。各自负责一个子计划，整个研究是横跨地质、工程、环境与社会科学。这是我的报告大纲从前言首先我要说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我们的目标跟策略。这个画面说不定大家也很以前也很熟悉，这个是林肯大径顺向坡滑动，这边这个是国道3号的边坡滑动，这两个都造成重大的灾害。那我们可能常常有人会问，这个是天灾或人祸，那当然有很多灾变的原因，灾变后大家似乎都体认到，地质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吊诡的是，业主都不愿意花钱，也不愿意花太多的钱，那工程师也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了解地质，因为地质是很复杂的，但是又认为，地质师所提供的地质模型是绝对正确的，绝对正确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做什么事，我们就做我们的工程的部分就好，结果是，工程师无法理解地质的复杂性，那地质师又未能有效的传递地质资讯。这个常常会导致工程失效的风险，风险就会增高。这个 slide 有一点busy， 但是基本上就是英国的地质学家Hucke， 他在1997年他的文章首先就提到地质模型对这个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的重要性他的文章里面用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这个左边这个图，他就说这个图基本上是提供给工程单位使用的地质剖面那实际上的剖面可能像右边的这个图非常的复杂，比这个复杂太多。那这个表示说，工程设计上所使用的剖面常常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在工程实务上去考虑并量化这个地质模型的不确定性这个的确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基本上我们了解地质模型，我们看这个所有的以前的文献，还有工程的实务地质模型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那个地质师在把这个资讯传递给工程师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个不确定性一并的交代清楚这个使得工程师可以做出恰当的工程判断跟设计这个道理跟风险沟通的原则是一样的。在风险沟通的时候做评估的人，风险评估者必须把评估的结果跟它的不确定性不止评估结果，还要把它的不确定性一并的提供给决策者以便决策者可以进行比较正确的风险管控接下来我将以这个大地工程为例子来说明地质模型跟应用端的关系
这个课题啊，其实我们在最近发表的重要的这个期刊的这个文章里面也有详细的讨论基本上因为地质非常的复杂，地质的过程、地质的历史、外貌地质事件，还有这个所有种种复杂的东西使得我们通常必须用一个模型来代表地质的状态。但是设计的时候，这个地质师所使用的地质模型，所提出的地质模型，在我们工程界设计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简化，所以我们工程设计是用简化的地层模型但是在实际设计分析的时候，我们还要用一个简化的大地工程的分析模式这所有的这个过程里面都使得整个设计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从这个地质的不确定性，因为它是不是能代表地质的状况还是不是很确定的。然后我们工程师把它简化完了，分析的时候又要简化假如我用这个国道3号边坡破坏这个山崩的这个例子当初是有6个车子当场被埋在里面了这个是一个山崩，这是一个我们以前说走山这个是一个地质现象，当然是我们工程师设计的时候要避免的，所以在设计之前我们就做了少量的调查，所以我们就可以建造地质模型地质师提供这地质模型，然后简化成2维了，从3维的简化成2维了。那进一步我们在做土壤试验，做大地工程的一些试验决定这个设计的参数并且我们也确定这个断面高速公路从这里经过这斜坡，这个断面还有挡土这个锚杆设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地层模型。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地层模型，我们最后还要做大地工程的分析，来确定这个设计有足够的安全系数在这整个过程中地质模型的不确定性，从一开始地质模型的不确定性一直传递，假如没有特别把这个考虑进来就常常会增加工程失效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基本上有7个子计划，但是我们严格讲起来大略的可以分成3个区块。一个区块是地质模型的不确定性，我们怎么量化？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这个不确定性在很多这个应用端，在应用的关键议题上，它是怎么传递的？然后还有一个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假如我们降低地质不确定性那它的经济效益的评估是怎样所以在这整个的整合计划里面我们需要以风险作为大家彼此之间沟通的语言这是一个简单的我们研究的架构那我们总共有20位老师参与这个研究，22位老师参与在这个7个子计划里面，7个子计划这些子计划分别属于3大区块这个 Part 1、Part 2跟这个 Part 3Part 2当然是我们的也就是说应用端，所以我们的做的东西比较杂一点，比较多一点。所以地质模型对它的不确定性对这个应用端的影响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实务问题，因为我们需要解决蛮多问题的地质相关这一些应用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个科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这个基础学理那我们最主要的目标长远的目标。那我们这个计划是以影响工程环境资源相关的重大公共政策作为我们的
终极目标。这个是因为我们要改变工程师改变这个地质师这个在他们实践在他们实务上的一些观念。那我们这个计划基本上是突破性的研究，但是我们在计划的时候本来就把这个辅导型的任务也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接下来简单的报告我们近1年来的研究成果。那这个计划是一个跨学科的整合研究，所以团队里面的协调沟通很重要。那1年来大概10个月吧，我们已经开了10次工作会议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因为地质的尺度跟那个工程的尺度是不一样，地质是比较大的尺度，时间比较长远。工程的尺度我只看到一个场地，我只要设计，但是这个观念的协调还不是很容易。我们在这1年中也举办了我们的 Advisory Committee 的 meeting， 我们有一个国际咨询会议，有很多世界级的顶尖专家来帮我们协助我们计划的执行，给我们一些建议。接下来我对这个计划的3大区块做一个简要说明第一个部分是描述与量化地质模型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这个 Part 1的部分，主要是由子计划1跟2来执行。一般来说，我们不可能去做非常大的数量的钻探所以我们在这个描述地质模型不确定性的时候，跟量化的时候，我们采用2种方式。第一种是用这个少量钻探的钻孔的资料来生成具有空间不确定性的地质模型这个是经过这个马可夫随机场的这个原理。那我们经过这个大量的可能的地质模型，我们就可以量化它的空间的变异数。像这个 entropy 就是代表这个不确定性代表不确定性。那钻孔比较少的时候，它的不确定性通常比较高；钻孔比较多的时候，它不确定性通常比较小。我们把这个弄好以后，把可能的地质模型就提供给应用端做不确定性的传递的分析。另外一个方式，我们是采用合成的地质模型，也就是说，我们任意的创造地质模型，上帝视角任意的这个地质模型。那基本上我们根据我们这个人造的这个，我们就假设它是真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钻孔。我们在哪里钻孔都可以，我们就有确定的地质的钻孔。那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地球物理探勘的剖面这些资料，假如提供给专业人士去判断的话，那他们就可以借此制作分别绘制地质的剖面图，然后我们量化这一些剖面图的不确定性，然后再提给应用端使用它就可以进行不确定的传递分析。假如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方法，其实2个方法是类似的但是基本上是就是说，我们假设这个完全知道的地质模型是这样，它是一个合成的。我们假设它完全知道，那我们就可以钻孔，我们就可以随意看要钻几孔。等我们有钻孔在相同的钻孔数据给不同的地质师去判别、去判读让他画出剖面图你就会看到他们形成的剖面图是非常差异非常大的。那产出
这个差异的这个地址模型的描述。假如因为我们做了很多这个，比如说我们找了9个、10个、30个来做这个事，我们就可以量化这个地址剖面的不确定性，然后再提供给应用端去做它的不确定性的传播。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子计划1跟2做的事情。然后子计划2不是那个第二个部分，第二个区块是那在应用端的这个传递是怎样？工程上有其他方面有什么应用？基本上这个第二个区块是地址模型不确定性在应用端的传递。我们是有子计划3、4、5、6。对关键的议题来进行比较详细的研究。那我们首先就来看看地下水流场跟污染物传输。在这个污染场址的这个整治污染场址的整治当然这个历程中整治的历程中场地的这个地质调查，它会产生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会逐渐的累积，影响比较后阶段的这个整治的策略、替代的方案，工作经费的估算，这个uncertainty 这个不确定性继续的累积，最后严重影响我们的这个整治经费跟人民健康的风险评估。这个是我们找了一个场地做的，光是单一污染场地的整治经费就高达1亿7千万。你看出来说这个都是 propagation， 就是一直传递，从最初的地质模型的不确定性会最后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人民健康风险这一些下一个部分是顺向波山崩与地质灾害这个基本上是子计划4。用这一个国道3号的这个滑坡的例子在工程师设计的时候，我们通常用安全系数设计法设计的时候先要确定可能的滑动面的位置跟角度那在设计的时候使用不同的方法去调查这个滑动面的位置跟角度，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这个不确定性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滑坡问题上的地质模型不确定性。那若以国道3号的原始设计就是说当做一个例子，在这个不同调查方法上，原先的是用这个 CGS 这个地质图的在不同调查方法进行分析所得的安全系数，这是安全系数，所得安全系数有不同的程度的离散像这个原来的设计，它的离散度很大，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很高。假如原先的设计没有考虑这个不确定性，那我们事后来检查说，当初假如有考虑这个的话，他就会知道说它的安全系数其实分布非常广。那我们假如根据这个地质图的资料的滑动来分析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它的破坏几率可以达到23%。但是我们假如当初是采用比较高精度的LiDAR来确定它的这个滑动面的位置跟角度的话，那我们这个破坏几率它是安全系数的离散程度比较小它的破坏几率算出来是可以降到0.01%，也就是说工程地质模型的不确定性会高度的影响工程设计的风险
进一步的，假如我们把这个结果跟子计划期连接起来的话，在后面我会稍微提一下子计划期，我们再做这2个子计划的连接。下面一个是地层下陷的问题这个也是国内常见的一个问题地质下陷的问题是子计划5来探讨最后的结果就是地层下陷它的模拟结果就是下陷的这个平均值那这个是下陷的变异数，所以我们希望得到的是说。不止我们有这个图是平均值的，我们也有变异的程度。这样的话，就是说决策者跟工程师可以做比较正确的判断。那我们这个计划的话，是以云林虎尾地层下陷收集资料，然后根据地质钻探资料采用地质统计方法，产生不同模型的随机场。然后建立地下水流场以地下层下陷的这个数值模型、数值模式，根据这个可以来评估不同地质模型下面的这个地下水流场跟地层下陷的这个平均值。所以经过这个propagation， 经过这个传递不确定性的传递最后不止可以得到。地层下陷的分布也可以得到它的变异程度。第6个子计划是离岸风机的这个设计的问题。基本上我们这子计划6是以彰滨离岸风机设计为例子来探讨。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风场。是在彰滨外海，那我们只是现有的资料，因为很多牵涉机密，那我们只有经济部公开的钻孔资料那根据公开的钻孔资料，我们做的土壤土层的分层，然后根据这个分层去做马可夫随机场的这个模拟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合成地质模型。我们有了这个合成的地质模型，那我们有了这个合成地质模型，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取钻孔，来比较说在不同的钻孔数下所得到的地质模型它的不确定性是怎样结果我们把不同孔数的这个不确定性用 entropy 代表出来，那可以显现说这个地质模型的不确定性可以随孔数的增加而减少像这里就非常孔数少的时候，它不确定性非常高孔数多的时候，它基本上它的地质的状态就比较确定。那我们假如接着把地质模型不确定性考虑在这个基础工程设计在设计中那在一个特定的设计状态下，我们可以计算离岸风机基础它的破坏几率，那这样就可以知道说不同的地质模型的不确定性的程度对我们离岸风机破坏几率的影响这个结果也是可以给接下来子计划7做这个探讨这个降低地质模型不确定性在社会经济上的效益这个就是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是经济学家来帮我们做这个事，也就是说，那我们降低地质模型的不确定性，我们多花一点钱做调查，那对社会经济的效益跟风险，也就是说第三块第3个区块是由子计划7这个来执行。那我们回到国道3号，因为这个问题跟离岸风机比，这个还是小 case， 这个因为比较单纯。那这个离岸风机的问题，它是在经济效益它又牵涉到电力的供应这个
这个工程的这个贷款啊，这个各种疑难杂症，这是稍微比较确实比较难一点。那我们用这个国道3号这个滑坡这个山崩当这个例子的话，那我们就请子计划区他就去做一个直接损失的这个评估，然后接下来要做间接损失的评估。那直接损失的评估，他就考虑坡地灾害损失评估的架构当然包括各种人命的损失、人员受伤医疗费用、土地价值、道路损失等等等这一些所有都在考虑里面，最后算出就是说直接损失国道3号这个直接损失大概在那个时候2亿6500万左右就是说后续将评估间接损失。这个子计划区，假如再把子计划4的结果套上来，子计划结果就是说不同程度的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个程度，地质模型不确定性的程度影响边坡的破坏几率。那破坏以后会产生这一些，所以就可以做比较详细的比较评估地质不确定性对产生的这个社会经济风险是怎样。我稍微提过说，下一个目标也是要以离岸风机的这个设计为例来探讨这个不确定性地质不确定性对这个风机设计的这个影响跟风险评估。接下来我报告一些就是说因为我们想建立这个具有国际声誉的研究团队，那我们除了突破型的研究以外，还有一些辅导型的这些任务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建立这个团队是非常重要的目标。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积极的鼓励团队成员参加重要的国际组织跟他的相关活动，最主要是要培养未来的领导者。然后我们团队成员也积极的参与国际期刊顶尖期刊的编辑工作包括我个人在这个我们行业里面最顶尖的工程地质期刊在各地方的这个ranking 都是 Q1 上最 top 的总主编。然后我们有很多编辑委员在各个不同的期刊，还有专刊的这个客座编辑也好几次，总共超过20次的这种活动。我们的团队成员，我们也鼓励他积极参加国际会议的筹备因为你在筹备里面，你就可以出一些声音，大家也知道你的这个国际的这个视野也鼓励他们担任重要的职务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这个国际会议来参与。那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是积极的培育新血就是说基本上对这个研究生呢，对这个博士生研究员，还有青年的青年老师我们也经常举办1对1的这个指导协助团队成员发表影响力的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也积极的推动跟国际知名机构的合作进行这个短期的学术交流但是大家都知道今年这个旅行都不可能，到现在什么时候可以去美国都还不晓得所以但是这个没有做完呢，就是下一年度我们是准备赶快把这个做完研究成果的推广我们也是很重视，因为我们是主要目标是要终极目标是要影响公共政策的这个制定这个方向所以我们也很重视这个研究成果的推广比如说我们就主办这个国际地质灾害与风险的
国际研讨会。那我们举办这个研讨会的目的我们请了世界顶尖的学者专家来参与。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本计划的国际知名度，然后我们建立这个团队成员跟这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连结，然后提升国内风险灾害风险分析的水准。比如说我们在成果的推广方面今年我被邀请参加这个，就是说去给这个Washington Lecture， 这个是我们行业里面最高级别的这个讲座。那我们在产业界上的推广我们常常利用不同的形式，比如说这个地球科学联合会期间，我们举办工程地质的论坛，或者工程地质领域同行聚会的时候我们介绍这个本计划跟地质模型不确定性的观念，这个观念是最要紧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在这个公部门、在政府部门去推广，比如说在环保局在高速公路局讲座里面推广，比如说地下水污染高速公路的边坡安全的管理这些观念也在跟水保局推广这个观念，在大型的山崩蝗灾里面，我们也同时团队成员也在国内的杂志发表科普文章，基本上科普文章来推广这个计划的成果跟这个观念。那未来持续要进行的工作就是举办国际的这个会议，举办国际研讨会议，还有一个地质模型不确定性的工作坊。然后我们要出版国际工程地质顶尖期刊的专刊。最后做一个总结。在研究方面，我们第一年已经完成方法学的建立，然后我们的质化跟量化的目标也都达成。我们也完成国际咨询会议跟国际研讨会，然后我们也积极的推广在产官学各方面推广这个地质模型的观念。在辅导方面，我们这个计划很重视学生研究生，所以我们支持了32位博硕士学生进行研究，然后有4个博后，我们就是说协助他们撰写有影响力的期刊论文。那我们也在建立这个研究团队，这个在世界上还算是第一次有大规模的这个地质模型不确定性的研究团队。在那个未来的这个展望里面特别是我们将特别特别专注在这个应用端，也就是说在关键议题的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个传递。虽然方法学建立了，也有初步结果，我们要进一步结合社会经济的评估来提出降低地质模型不确定性的效益分析的成果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主题。然后我们一起在顶尖期刊申办一期专刊，由团队成员担任客座编辑我们也在国际上也要撰写这个指引地质模型不确定性评估的指引。然后我们也逐渐的在推广到产官学以及逐渐达成我们要影响工程环境资源相关重大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在这个辅导方面我们要让各级的这个研究人员，包括研究生就都能够向上跃升，然后进一步培养我们的研究团队进一步的争取国际合作项目今天的报告到此为止谢谢。